模拟考核呢，已经到了尾声了。终极考核的话，要给一个4级大爱。欢迎你们乘坐真相游轮。很高兴今天能以特殊的身份参加法医实习生期中考。我是本次终极模拟大考的见证官李昌钰博士。哦，是李昌钰博士。哇，鸡皮疙瘩又起来了。李昌钰老师教科书版的人物，得到他的一个考核。哎呀，激动的都想哭了。影视中的角色，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法医圈的神。很震惊，很开心嘛，就又有挑战又很激动那种感觉。请法医实习生们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你们所学，分析事实，找到真相。距离船只靠岸还有11个小时59分钟。这个是一个水手们的一个大通铺，那么一个比较胖的水手，发现他倒在这个地方，面容是比较惊恐的。这是一个水手长的卧室，死的时候死在床上面，面容是比较平静的。第3个现场，他是一个比较瘦的一个水手，但是衣冠不整，很惨烈。心肺肾有问题啊！石首长跟医生要过头孢，乙醇成分89毫克每100毫升。用力，皮下血肿出血，头部出血也挺多的。这个酒瓶破碎是不是他和别人发生了一个打斗，导致的他的这个死亡？没有明显外伤，中毒排除。再加上他是那个面部惊恐，可能是受到了一些什么惊吓，然后引发了这个心源性猝死。你们这里有扑克牌吗？有啊。你们是什么标志的扑克牌？方片4。因为那个扑克牌就很像那种连环 killer 留下来的线索。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凶手是1个人、2个人、3个人，再想一想怎么去把这个嫌疑人找出来。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最后觉得呢，他应该是机械性窒息，因为觉得他这个口唇黏膜呢有些外伤。它不光是普通的那种窒息征象的出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件性质呢可能会是一个他杀。有人进来，对他的这个口鼻进行了这个捂或者是闷，然后造成了机械性窒息，但是并没有留下特别多的面部的这些窒息的痕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后面这种。条形的还有这个后面是有一个印痕，这个对，这是什么痕迹？这看着这上这个吗？像我这么看，就是胖，然后皮褶，这是皮褶。你觉得像啥？它就不像很。但是这个绳子，它确实，我们要想想，他自己碰过呀。这个绳子他碰过呀，他拿着绳子来干啥呢？怎么有补充的吗？你想到啥？绳子加上一个东西，然后可以捂它的同时，他用手去拽这个绳子。所以会留下他的那个什么，然后他不挣扎，他不抵抗，他有抵抗，但是我想不出来那个绳子能配合什么。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在事件还原的重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
你就要有证据才能说这个话。比如说用枕头去压这个地方的话，对，枕头上面一般会有这个人的唾液，唾液这种痕迹。现在是有没有？都没有，现在没有了。如果这个嫌疑人是用一个戴手套的手压上去的呢？对啊，他也可以啊。对，然后手套带走了，就啥也不留了吗？那么你们今天这个回答的这个死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谢了，太棒了，太棒了！就是奸人窒息。所以这个人呢，跟我们刚才2位注意团的，他们的这个还原大致是一样的，小的细节上面可能是有问题。我就跟你们讲讲整个事情怎么回事。好。3个人喝完了酒，首长就回来这个房间睡觉了。凶手实际上是悄悄潜伏进来了，用戴着手套的手把他嘴捂压起来。捂压完了以后，他认为这个人还没死透，所以做了个附加动作，就顺手招了一条毛巾盖他前面，用这个绳子套上去，在前面拉，确保他死掉，然后把绳子留在现场，手套、毛巾什么的就带走了。这么一个情况。好。所以形成了一个叫做开放性的勒钩。开放性勒钩，这个，比如说一个女的如果有头发有辫子的话，我把这勒上去以后，这个勒钩到的头发就会断掉了，没了。这个叫开放。对。因为在这种比较特殊情况下，它这个就只是一个半条，后面有一半出现，前面没有。因为中间有沉淀。他们在我们这个交流当中，我们可能是有时候也会提一些疑问，他们能够快速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很迅速的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判断人的识别能力上面大幅度提高。老师，我们可以汇报了。行，来吧，汇报吧。我这边给案件定的死因是机械性的一个窒息，因为在通过他喉头的一个水肿，还有血性的一个实迷来推测，他当时是在饮酒的同时，又有药物的一个参与度，所以导致了他一个胃内容物的反流引起的窒息。好，你有补充的还是？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其他的因素也在这个死因的，就是死亡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参与度的。首先就是他的这个损伤，我们可以看到他头皮下有散发的这个出血，同时他脑实质内也是有出血的改变，而且他的那个右侧颅前窝是有骨折的，然后就导致他右眼部周围是有出血的那个熊猫眼睁的一个改变，所以他这个机械性损伤也参与到其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他长期服用这个药物，这个药物会导致消化道的一个出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胰腺还有他胃内容物都是有这种血性的一个改变。这个药物对肾脏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在这个药物服用它是否过量，也得需要去看一下他这个血液中药物的一个含量。这就是我觉得需要补充的这2点。那你还是同意他的观点？对，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这个。机械性窒息，就是遭受暴力之后，又因为他有这个药物服用史，所以他有一个呕吐的反应。同时结合之前的案情，在被救助的过程中有一个这种按压的一个历史。因为给他按压的是服务员，没有这个从医的这种经验，不知道这个具体心脏的位置，也许压到了胃也不一定。小周，哎，醒醒啊！小周。行，好。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好。在口腔里面，或者是上气道里面出现的呕吐物或者胃内容物，如何判断它是一个生前反流的，还是死后进去的？我觉得它的这个区别，在肉眼可观的情况下，是它的一个生活反应吧。生前反流，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呛咳反应。它的呼吸还存在吧？它会往里面吸，在吸，所以它咳得越多，它会吸得越深，所以这个时候的食物会到哪去了？气道内会，还可以到哪去？肺，就到肺泡腔里去了。所以要判断这个人是
生前吸进去的，还是抢救引起来的，是看这个食物到肺里面的深度。如果到了肺泡腔里面去，可以转生前的；如果仅仅在喉头这里停着的，或者是气道上一点点，那就是一个死后的出现的问题。把这个肺泡腔，等我先拿这个，我具体是看。不是，那个是一个抢救导致的这个吸入，而且很浅。行，第二个问题，那个脑子它的损伤够不够致死？我们脑子里面哪些部位一旦发生一点点出血，都可以让它快速死亡？脑干的部位会。桥脑这一带。对。那么这个里面有没有它这个部位？就是刚这一张图片，就是对这个脑实质的部位。现在你们觉得这死因是什么呢？机械性损伤，然后导致他脑干有出血损伤，然后会导致他的呼吸循环中枢的一个骤停。为什么会脑干会出血？脑干出血就是打他的过程，他打哪里？打的部位我觉得应该是在右侧，因为他右侧的颞部还有右侧的这个头皮下的出血是比较重的。这个刚才其实你们刚才已经说对了，枕部它实际上对应脑干相对要弱差一点，在这上面是右侧眼眶颅底骨折，对，力量产后传导，后面就是脑干，另外这个人酒精多少？他是98，对，98接近急性中毒，酒精中毒脑水肿，脑水肿的时候促进人家血管容易破裂，所以这个急性脑干损伤是可以解释死亡原因的。刘瑞娜这一组呢，他们学习能力都非常强，你稍微点拨一下，他马上都可以回归到正道上。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考核的任务。行，你们两个人接下来的事件大概什么样子？好。重建，那我们就人物充当。我来当死者吧。对对对。我就是那个嫌疑人，加害人。好，你就提着一个酒瓶，晃晃悠悠的走过来。我看到了你之后，我就跟你发生了一个肢体接触，我们就发生了口角。口角之后呢，我就生气，然后我就挥着我的拳头重击你的右侧枕部，然后还有右侧眼眶。对，然后因为他又喝酒，他晕乎乎的，你就倒地了。倒在地上的时候，你是后脑勺着地。对，倒地的过程应该是很快速的歘一下倒地，然后这个力量就会比较大。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员过来，就看到他倒在地上，看到他在这里，然后要抢救他，对他进行了一个心肺复苏的按压，发现没什么动静，一摸，断气了，然后就联系到了警方，然后法医的后续的就到了我们。好，行，谢谢，谢谢，客气。按照你们刚才的这个事件重建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过失或者意外伤害，你无非是临时在这地方发生口角啊、碰撞了呀，是这意思吧？但是如果这个定义为意外的话，那其他2个人就是在同一时间都死掉了，那肯定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发现他死了之后再去加害其他人，这个我们就不得所知了。好，所以呢，这个事情。给你们说一下，大致还原一下。这个案子是凶手拎着一个酒瓶子，看见这个受水手跌跌撞撞的走过来，然后照着他脑袋上面砸了一下，所以倒地，引起了脑干的损伤，就颅脑损伤。这是他的一个死亡原因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抢救的时候，船医他分不了身，所以他让那个服务员抢救的人做心脏按摩的时候，没有这个抢救经验，除了压胸部以外，可能把腹部也做了按压，所以它会涌上去，食物反流到后头这个地方，少量的进入气道，所以那食物的反流是一个死后抢救引起来的，跟这个死因没有太大关系。所以目前呢，你们
死因上是在经过核实调整以后，基本上是接近正常的一个死因了。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是凶手是谁？扑克牌就很像那种连环 killer 留下来的线索。这不就死的意思吗？我死。这也太丰盛了吧！对呀，已经闻到香味儿了。随便做吧，随便做，随便做，随便做。好，咱们就动手。那就让我们开动吧！开动！开动！来，先动快，先动快。我们迟迟不成功。那刘总，您就动筷子，我们也跟着动筷子。好，动筷，我就动。你要吃吗？自己挖吧，好吗？好。炒饭。可以，我的汤喝。太油了吧？油也喝下去。这个船上有差评，没有服务员是吧？弟弟帮我加一个那个黄瓜。不是，看着像青椒。谢谢。我尝一下，我品鉴一下。青椒包还蛮好吃的，这个。没有这样，你这让我试毒是吧？先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没有信？这里看出来了。那咱们去拿一个算了，我个子比较高啊，帮你们拿。没有。老师既然这么说，那我也得站起来了。来，周老师的。我有了。你那个是你自己的，不是周老师的。不是周老师的。你不一样，你得吃周老师的。这手长有好处。不是老师，你能吃吗？有了，好，都有了。我们边吃边聊，聊的话题呢，先请每个组的简单把你们的这个案子给另外2个组的交流一下，看看对后期的侦查有没有帮助。我们第一个案子那个胖水手，他的死因是因为机械性损伤导致他的心脏发生了挫伤死亡的。这里是有血的，淤血。这证明被打过或者被受过重击。对啊。然后这个承伤机制，我们怀疑是拳击伤。拳击伤？你是拳击手？怀疑是拳击伤，对哦。因为他是个脾气特别暴的人，平时是练拳击的。我们那个案情是这种趁他不备，一拳打在他的心脏上。那我应该是我跑不掉了。他还有一个现象，他没说。还有一个人，医生抢救过他这个人，对他按压这个胸腔做急救。船医在对胖水手进行胸围按压的时候，他的胸骨下段有一个骨折，但是他骨折的地方是只能看到有骨折线，没有那些出血或者其他的生活反应。那你已经死了的意思啊？死后和濒死期前人都有可能。我和老徐做的是这个水手长，我们主要的死因就是接近的窒息。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发现肺部啊，然后这个心脏啊，包括他的喉头都有一个窒息的真相。揉肺有出血点，镜下也可以看到红细胞。这是心脏吗？那上面出血点吗？有。后头有点泡沫这块。然后他的问题是看到的这个项部有一段受够，颈部有这个绳子的这个勒痕，可是前面没有。是不是有什么物品衬垫在这里，所以导致的它这里没有？对。有人找到你们呢？我们这边是那个瘦水手，
然后我们发现它的颜面部是右侧眼睛的周围是有一个熊猫眼睁的，它的眼睛那个地方就是周围这一圈有点那种熊猫眼睁。熊猫眼睁。对，有点出血。然后在解剖过程中，头皮下是有出血的，然后右颞肌那个部位也是有出血。然后同时在切片观察中，我们发现它的脑干部位的切片是有出血的表现的，所以最后它最终的死因就是脑干出血，然后导致的它这个呼吸生命中枢的骤停，然后的死亡。我再归纳一下这3个案子呢，你们如果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你们看一下这3个案子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它的打击的部位非常的精准。第二个呢，它会显用一种非典型的那种状态，让你看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反正常能力。对。第3个，这个死亡当中都有很多干扰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死后的一些现象，他是不是对这个船上的环境你是比较熟悉的？反正这个事情呢，你们可能要去想一想了，到底这个嫌疑人是1个还是几个？这些水手呢，平时也看不太惯他们。哎呦，你什么意思啊？你们3个会不会说话呀？这3个人说船医给人看病乱收费，感觉酒保呢从来都没有那么生气过。那个水手长和摄水手让他们喝交杯酒，喝个交杯酒怎么样？哎，来。这个服务员如果想私底下报复他们几个，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能够把这个标志留下来，他们肯定是想要找存在感。昌钰教授。昌钰老师。就在大家对案件真相刚刚有了一点线索的时候，又一起案件出现。游轮的工作人员打捞上了一具尸体。打捞上来的？水里面的尸体？仔细辨认后，死者竟然是游轮的工作人员。又死了一个。船上人心惶惶，不会还有下一个吧？天哪！抓紧时间对打捞上的尸体进行检验，也许能找到新的突破口。我船长，我船长。船长？船长吗？离船只靠岸还有7小时59分45秒。走吧，老师，不吃了，破案去吧。破案了，就上甲板去看。走，走。船长在这儿，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是个啥情况啊？这个哇，野捕牌，小王。这个刚才咱们吃饭吃着，李博士的信息过来了，同时他发了一个国际的一个电传过来，那么这个资料呢，我就给助理团。好的，谢谢老师。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有半个小时去询问这个助理团，半个小时现场的勘查，勘查完毕以后，到1楼去，我们去汇报。然后要汇报什么东西呢？第一，这个人的死亡原因，还有事件一个还原。然后11水手还得靠你计时。好嘞，2个30分钟。那我们就开始吧。好。
一去哪了？船一在那儿啊。我是那个船一啊，40岁这个。哎呀，说到这个收钱看病这事儿，我确实做的不对。然后当时船长就找到了我，把我劈头盖脸的教训了一顿。我的确面上有点挂不住，可我也犯不上杀人啊，对不对？而且他有颈椎病，我就一直在给他开膏药，所以说他还是挺感激我的。但是船长遇害这个事儿，我仔细想了想，其实服务员是最有嫌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分配工作的时候呢，船长把脏活累活，所有就不好干的活全部分配给了这个服务员。而且生日会那天，服务员说船长除了装土皇帝的威严之外，啥也不是。最后结果呢，就是这个服务员提出了辞职。所以他只要冲动上来了，把船长砍死泄愤，也不是不可能。况且他是除了船长之外唯一一个有船长驾驶舱钥匙的人，很重要，记笔记，记笔记，记笔记。所以说他这个怨念一直积攒在心里面，发泄不出来的话，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对。嗨，欢迎光临。首先呢，我这份工作是船长给的机会，我脏活累活什么我都干，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最近呢，突然多了特别多的蟑螂，然后我喷了很多喷雾剂，也没有办法全部灭掉。其实我真的不会杀人，要我说谁有可能的话，我觉得是实习水手。实习水手上船之前呢，他是个混混。那天生日会呢，实习水手就阴阳怪气说那个，哎呀，船长你平时就是喜欢阿谀奉承什么的。船长听了不高兴，然后就让他那个3兄弟去教训一下他，而且还说我要给他一个差评的工作报告。你知道，像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船长给你差评，那你基本上以后这行你没法混了。所以呢，我就在想，会不会实习水手有私下去找这个船长的可能性？我在这儿，对我这边是实习水手。你把过程跟我说一下吧。怎么说呢？他们因为我看见前面有2个物品是你这边发现的。是，他们都说是我干的。但其实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他们完全是栽赃陷害我。如果说有人来杀人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酒保干的。酒保？对，因为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我这么说吧，我跟酒保关系还算不错。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话直说的性格，然后他呢就是比较偏向于内向一点，内向一点，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捕鱼，然后他就向我请教过，这个鱼叉怎么用，所以说我通过这一点，我觉得酒保有很大的嫌疑。首先，我没有杀船长，也没有因为他们说船长对我的批评而怀恨在心。我觉得凶手是谁的话，我会想着说船一就没那么干净。因为在生日会那天发生了很多事儿。先是厨师和水手3人吵架，船一上去劝架，但是他在劝架的时候呢，得罪船长了。而后船一又把船长约到了船尾，2个人聊了很久。之后呢，船长一个人回来了。船一不知道去哪了，他大概在这儿啊。在之前我给船一打扫房间的时候，看到他房间里有一把羊角锤，我问他干什么用的，他说他是来修门的，但是呢，我看他那个门也没怎么坏。我们4个人就互相泼脏水呗。对。每个人的怀疑的人都不一样，然后都循环上了，转圈了。好，大家这个半小时的询问提前完成了，太厉害了。接下来呢，我就给助理团一份材料。你们呢到1楼去。好。到那研究。好的。一些新的情况。好。一会儿他们开战完现场以后，我们到那会合。没问题。那辛苦各位，一会儿楼下见。辛苦了，辛苦了。走。我们这还没完，法医主要任务来了，跟他去对话，看实际上有什么事情。30分钟以后我们会合，要求是每组派1个人，一一的车轮大战汇报你们这些发现，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的。面部，瞳孔没有浑浊，眼角有这个分泌物，然后鼻腔有异物，嘴角有分泌物留下的一个流动性痕迹。眼周皮肤颜色不对。啊，对。然后有轻微的一个水肿，右下肢皮肤呈紫红色改变。右腿有尸斑吗？不是，这不是猪斑吗？尸斑怎么会在那个位置？他是俯卧还是仰卧啊？这个是仰卧，这个他自己改的。你去吧。左腿皮下出血。对。后侧。后侧。左手。你说我写的字太丑了，不你给他记。没事，你能看就行，我不一定比小看。左手前臂，两处。左前臂。2处创口，开放性创口。一个大概长12厘米，一个大概15吧。刀的痕迹。做的时候切片的问题。可能是100%有出血，这砍那样的不出血。那是螺旋桨，那是螺旋桨。那你看它是不是平行的？螺旋桨上平行的，然后往再看。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颈部皮下有出血，黑褐色物质沉积。然后当时看到项部是有出血的，而且还有黄褐色的颗粒的沉积的这种改变，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沉积改变是什么导致的。颈部被烧伤组织里面有硫酸根。硫酸根。多吗？这个量？2750。U 微克。微克。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队长，这是刘头托我转交给您的东西啊，请您收下。我来看看，在水手房间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这是什么？这是9齿钉耙，这是个鱼叉。在船长的书桌抽屉内发现了，咋了？实习水手在港期间不服从其工作安排，且多次顶撞领导，对轮船工作环境和氛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建议实习水手考试成绩为不合格。我天哪，你敢顶撞船长？天哪，船长那么好。在消防柜内发现了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羊角锤还是斧头？斧头。在船医书桌抽屉里面发现了一个处分通知单。船医在为船员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同时私自收取费用，此举违反了公司相关规定。对此要求上缴所有违规所得归还给船员，并处以船医其3个月的工资的罚款。哇，好多！若有再犯，辞退处理。3个月，白干了。这是在酒保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互联网历史记录里面搜索过独立学入门有哪些书籍。我觉得一般留下这种什么牌呀，要留一个自己标志性的。他绝对不是激情杀人，他一定是有预谋的，这是对，你懂吗？他肯定不是激情。如果他是一个精神上有一点问题的话，那其实我觉得酒保确实还蛮符合这个标准的。没错，因为你有解压球，你还有一个部署，就是在网上搜过这种东西。一个酒保为什么要学病理？是的。
那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这个人同时一定要杀3个水手和船长。也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对这么多人同时产生一个，除非我们3个结盟。政务把每个人的嫌疑都挂上了一些新的线索，这现在真的是很难判断出来。是的。硅藻实验。硅藻实验在肺内检出少量羽状藻，然后血液中未检出常见毒物。还有4分钟，讨论死因。只能讨论什么死因啊？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同学说就是会到死因。中毒。高低温可以排吧？高低温。看到的损伤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只有体表的一些损伤，然后他那个损伤也都不致命，然后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推断这个死因就特别特别难。高低温能吧？高低温能。那你排，那进行窒息也排了，进行我尝一下。窒息跟损伤，纯正毒药物是阴性。损伤我觉得估计能排，中毒不能排。常规毒药物没有，他手上那些不太对劲，手上那个皮肤青，皮下的那个颜色改变。先说相部、颈项部、颈项部、项部皮肤、项部皮肤切开，出血。这个凶手，我觉得他很狡猾。他很有自己的一个专业的方法和套路，然后也看到说是里面有这个硫酸根离子啊，讲到它这里边可能是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或者比较特殊的损害，所以我们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并不常见的一种死亡，是不是会跟它这个硫酸根离子有直接关系？酒保有毒吗？没有，但是那个没有常见毒药物没有，但那个不一定。那酒保查了毒理学，那个常见也不一定。还有30秒钟，30秒钟。5、4、3、2、1，好，我们收队。我们到1楼去集中。哎，他们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你们好，你们好。干杯。毫无默契，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案子呢，连续在这个船上发生，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快点把所有的现场还有尸检上面的一些发现赶快梳理出来，不要再出现死人的事情。下面就请每个组派1个人来车轮大战，把你们现场的信息还有损伤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汇报。老样子，车轮战，对，一个一个来，就是要讲刚才发给我们书面信息上的。好了，开始记笔记了。你说。这个等会你来讲。我去吧，你记得。行。从刘超英你们那组开始。好。第一个是水手房间的柜子里发现了5盒膏贴，5个医用膏贴。跟实你们这组。好的，现场弹盒里面的常见毒药物检测是阴性的。常见毒药物阴性。颈部皮下切开见出血，还有黑褐色物质的一个沉积。继续。水手房间的墙角发现1把鱼叉。档案袋里面有一份报告，写的是颈部被烧伤组织检测出硫酸根成分2750微克每克。还有就是酒保的桌上电脑最近搜索是毒理学。死者的衣着是上衣白色衬衫，下衣是灰色秋裤，袜子是藏青色的。现场发现了一张小王扑克牌。这边有在服务员的桌上发现一瓶杀虫剂。
消防柜里面发现了一把斧子。现场再补充一点，杀虫剂的主要成分是氯氰菊酯和氯菊酯。这个我刚刚还在补充。下一个。哦，我在看，稍等一下啊。这都说过了。哦，我整理一下。对手呢跳过去了。快，瞳孔可见。哦。现场的一个尸表检查有看见逝者的瞳孔可见。你别紧张，不紧张都特别好。好的。觉得他可能是有点紧张，他说的思路还有他要表达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我就想让他更加的自信，然后大胆的去表达。你就按你说的来，我觉得你说的也好着呢。好，下一个。在海水中检见了大量宇文藻、小环藻和双鳞藻。死者送检的肺、肝、肾中肺组织检测出少量的宇文藻，肝肾没有检出硅藻。眼角和鼻腔均有分泌物。胸腹部见2处陈旧性瘢痕。这个口唇发干。他们每一组之间都是互相在咬得很紧，是不相上下，你追我赶。右前臂背侧散在点状紫红色皮肤改变。右手背见大片皮下出血。他说的是右前臂是吧？哦，对，右前臂。你说的是右手背啊？对。没啥东西。我们是6个人在做一个案件，证据是很有限的。别人提的点呢，我们其实也都记录了。经过之前9案的这个经验嘛，大家没有岔开很多。就没了。这说过了吗？给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勘查的信息太少了。这个他们说过了，刚刚。你们陈尸。左小腿内侧有6乘2厘米的表皮剥脱。左手前臂背侧2处见裂创。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有很多。什么？这个谁说？这个谁说？左手背见大片皮肤颜色改变。左大腿外侧大片点状暗红色改变。右小腿胫骨内侧紫红色皮肤改变，皮下出血。左前臂的那个损伤镜下病理学切片未见到出血。哦，不是，我说完了，这些都说完了，还有啥？还有啥？尸斑。尸斑主要位于腰背处，呈现暗红色。右下肢髌骨背内侧皮肤紫红色颜色改变。右膝关节内侧偏后，是这样定位吧？皮肤颜色紫红色的一个颜色改变。那你们了。就左小腿前侧那个有说过吗？左小腿前侧擦挫伤疤。说了。指甲是苍白的。下一个，左前臂的那2处锐器创，一个是9乘3厘米，一个是10乘4厘米。锐器创是吧？对。左侧腋前线的一个皮肤红色改变。这没有什么，这其实就这些了，有效信息就这些。没有了吗？确定留潮还有吗？最好是写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了。没有了。好，屈志同和陈尸还有写出来的东西吗？那写的都说完了。都说完了。还有我这边在项部偏右，发现有一个黑褐色的一个圆点，疑似针孔创。针孔不一定是针孔，不一定就是疑似，就是可疑，但是打个问号先。还有吗？这边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好，行，我们这个车轮战的汇报我们现在先结束。经过汇报，这个大概的数字差不多。然后呢，你们3个组要各自给出你们对这个人死因怎么判断的，还有一个后续的侦查思路。这一次看谁先来？这能确定死因吗？我不能。我也不能。
我们这一次碰到的案件确实都是很罕见、很特别的。当时看到的损伤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推断这个死因就特别特别难。你们这组先来，子彤。没有，我想一想，老师。想一想，身上很多伤并不致命，而且还有很多疑点我们并没见过。对于这个案件确定死因是很难的、很复杂的。你们两组有没有谁先来的愿意？我们先想一想。好，向晴想一想。想一想。啊，是的。因为他发育良好，可以排除饿死。那你们那组也是想一想。你直接说吧。你就可以。我们直接说吧。说吧，好吧。首先是按照死因一个一个排，然后第一个机械性损伤的话，它体表最严重的2处机械性损伤就是左前臂的2个创口，但是我们看皮肤镜下切片，只发现了表皮厚度和皮肤结构的变化，并没有看到很严重的出血，我们就怀疑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死后伤。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提示明显的机械性损伤致死的这么一个因素。至于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它进行一个解剖，就是看里面的各个脏器的器官的变化了。然后第二个高低温，高低温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看到符合的环境以及体征也没有，所以高低温我们也是排除的。结合那个报告，排水中有3种大量的硅藻，但是只在肺组织内有少量其中1种的硅藻，然后其他的干涸是没有，所以说我们目前暂时是排除了溺死这种情况的。机械性窒息的话，它有一个真相是颈项部有一个皮肤处的纹理的改变，然后结合它颈项皮肤切开有一个皮下的出血，怀疑可能会有机械性窒息的可能。但是从其他的体表上来看，没有明显的窒息的体征，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剖，因为面部的照片只有1张，那些结膜、瞳孔那些都没有暴露出来，我们看到。然后下一个是中毒，中毒的话，虽然有一份报告，它有所有的常见毒药物的排除，但是就结合案情，酒保还去网络上面查毒理学那方面。所以说，目前我们只是排除了常见毒药物的这么一个中毒的情况。然后电击的话，现场也没有电源啊那些发现，就如果有怀疑电流斑的话，就看镜下的切片。疾病的话，就是在排除了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以后才来考虑。我们不排除它是一个死了之后再掉到水里面去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可能对于落水点的这个寻找，可能也有进一步的行动吧。哦。找落水点然后就是现场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物证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斧子那些，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血迹，然后做一下 DNA。就是说你们现在对死因来说还是不确定，还要进一步做尸检，还有相应的一些化验。另外2组有谁想好了？你们？会讲吗，老师？然后前面曹玉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思路跟他思路也是基本是一样的，很多这个死因都不能排除，因为缺少他进一步的解剖资料。我们也观察到左前臂的大块的这2块锐器的裂伤，颈下没有出血，觉得应该是死后产生的这个问题。机械性外伤导致的这种死亡几率会小一点。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颈部有硫酸根的问题，我们会着重的观察，可能跟这个中毒有关。有没有方向？方向就是硫酸，还有杀虫剂、冷敷贴，看里面是有没有什么成分。电击的话，这个我们也会优先级比较向后，优先还是考虑中毒、窒息。好，刘瑞娜，你们那一组了。首先就是它体表最大的2处损伤，在颈下是未见出血的。高低温致死的话，目前也是没有收集到相关的一个证据。溺死的话，我们在肺内仅检出了少量的羽状藻，所以目前也是考虑是排除。然后各个脏器镜下的照片，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到，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去看。这个是机械性窒息，电击的话可以针对项部的疑似烧伤皮肤去观察镜下是怎样的一个改变。然后中毒致死这一块的话，可能要排查的方向就是什么物质的降解可能会产生这个硫酸根的成分。然后我觉得还不能排除的就是器质性疾病导致的一个死亡，包括猝死，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各个脏器在固定之后它的器质性的一个改变。这就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信息。好，3组都把这个死因做了推测，目前还不能完全把它定下来，还得进一步开展工作。
第10案的每一个案件，对高年资的法医或者很有经验的法医，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来源于比较罕见、比较易难，并且还有很多的干扰项。那么就你们刚才回答的问题，我提几个问题。你们说那个左前臂这个伤，好像都是死后的，是吧？你们是以这个排除损伤导致死亡吗？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组有可能认为是船桨。船桨。就是可能目前的致伤物就是物证里面就有一把斧子，它这个大致会形成这种伤的。然后还有就是螺旋桨，因为伤口是大致是平行的，然后这种力量也比较强大。就目前来看，就是螺旋桨和那个斧子了。关于这个螺旋桨的问题，其实不少见。我们周老师的学生，就是上次来的那李尚勋，省厅的，专门为这个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请周老师，我们介绍一下螺旋桨这个损伤什么样子的。你们既然判断它是螺旋桨损伤，它有什么特点？伤口很深，力量特别大。用什么来去鉴别这个是螺旋桨还是斧头？螺旋桨的话，它是朝一个方向去旋转的，差别应该是裂创的一个走向。裂创的走向，就可能斧子砍进去就拔出来。如果是螺旋桨的话，就是里面的组织应该被绞烂了吧？它桨会有一个方向往外这样。这2个人是锐器还是钝器啊？都是锐，都是锐器。斧头是典型的锐器伤，螺旋桨是介乎锐器和钝器中间的一个特殊的比较钝的一种砍创。轮船的那个螺旋桨是比较厚的，没有，不会那么锐，说它不需要刃口。对呀。那么螺旋桨损伤特征，你们刚才也讲了，平行的。窗口比较大，实际上它这个特征是比较严重、比较广泛，多数是一个弧形的啊，有弧形的特征，很容易造成分尸。这个我们大家非常好，它的这个境下是没有生活反应的，然后我们才推断是螺旋桨的损伤。我们问一下助理团，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对这个事儿？我们4个刚刚讨论了一下，就是通过一些现场，我们会觉得这个大概率不是一场激情杀人或者是意外，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对，我觉得如果他死于疾病或者死于某个意外的话，那这个有规律的这种记号，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所以我们都认为它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并且有头脑、高智商的一种。对，高智商犯罪。然后我们刚才经过这些线索的一些讨论吧，我们觉得有几个就是可能会比较重点的，比如说刚才那个依莲上来说的那个，在水手房间里发现了这5个膏药，但这个膏药其实是船医开给船长的，发现在了这个水手的柜子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轮船工作的一个报告，上面写着实习水手在岗期间不服从对其安排，且多次顶撞领导，在船上恶意滋事，因此建议实习水手考核成绩为不合格。刚刚说的那个脖子这边颈部有烧伤的痕迹，这个东西反而是我觉得可能要格外拎出来再看一看为什么的原因，那个也许是凶手专门要伪造意外的一个点。所以，小齐刚才讲的事情，你们怎么解读啊？其实他的那个报告上面说是颈部皮肤烧伤取的那个检材，然后又检出硫酸根的话，可能考虑是硫酸这一类的腐蚀性的东西的烧伤。如果是硫酸作业在人体的软组织局部，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就变成黑色。为什么会出现黑色？碳化碳脱水。那你们看到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黑颜色？对，皮下切开是有黑褐色的，有黑褐色的。这个对你们有什么提示没有？它是否是用一种注射器或者类似的物体，然后在局部注射了这个硫酸的物质，然后导致它相部皮下有这种黑褐色的改变？对。
硫酸根这个化验很长时间才能查出来的。在现场，如果说你看到有这种发黑的这种表现了，你用什么办法能快速的在现场去鉴别它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之前化学反应，用什么化学反应？金属那种置换反应，它会显色吧？置换反应的还有好设备吧？有没有更简单的 pH 试纸检测一下。其实是现场就是用了 pH 试纸，我们把这个项部的软组织提出来，然后把它的左侧的这个伤口的肌肉也提出来，又提了他大腿的这肌肉提出来，然后这3个检材拿到这儿来，你们去用 pH 试纸去做一个检测，看一看它们颜色什么变化。当然，我们为了考虑安全性的问题，我们用了牛肉。戴个手套啊，牛肉来试吧。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镊子，把这个试纸夹一块下来，盖子打开，蘸着里面去，看它的颜色出来以后，跟哪一个相近。你先戴个头，我们试一下。好的。要贴上去。你们谁还戴手套，把那2个给贴掉。大家记得是从哪儿拿的啊？好的。有了吗？我这纸变湿了，但颜色没改变。对，我这个颜色也是。我这个有颜色改变。这是啥色儿？你的有，你的有。我看一下，看一下。你看看是 pH 多少？4左右，3、4。这个，这是一个酸性的。我们正常的人体和正常的动物在7.4。7.4。拿出来看一下，大家看看。红色的。这个是正常的。这是周一彤的唾液，发青色、青绿色。所以远离那个伤口的地方是没有酸的。我们把孩子抽了。所以这样它有一个指向性，你在人体正常的情况下，除了胃酸以外，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颜色的。检出硫酸根的话，考虑是硫酸的烧伤。它是否是注射了这个硫酸的物质？假如说用一个注射器把硫酸从这地方打进去，是不是有可能会打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啊？颈髓。脊髓腔。脑干嘛，脑脊液那个取的那个位置，枕骨大骨下。所以你做过法医，你会知道现在的用毒物的，它可能不通过消化道了。太可怕了吧！我天哪，就那个针吗？对呀。好，我就把这个案件还原一下。好的。这个实际上现在应该叫杀手了。他借故到了船长的这个驾驶舱里面，趁其不备，用注射器从他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打进去，龙硫酸推进去以后，很快就会死掉，就把船长扔到海里面去了，被螺旋桨打掉。大概这个事情是这么一个情况。李博士给这样一个，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决断能力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准方向，就要往前赶快做。所以现在凶手的这个身份，是不是慢慢我们要集中起来，要慢慢想一想了？要赶快要想想对策了。
再这样子坐在地方等，可能还会要出事。机械性损伤，然后导致他脑干有出血，心脏破伤，机械性窒息，注射了这个硫酸的物质。又来了，哇！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已经4个生命离世了。你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吗？真相有人就快要靠岸了。这时候大厅里边的一大堆行李里面，发出了一些腐烂的臭味。我天！大家顺着这个味道去寻找。谁呀？厨师没了。那现在还剩了几个人了？就还剩我们4个了，还是这4个人进城。所以现在我们的行动要赶快跟上去了。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船上人心惶惶，但现在没有时间去杞人忧天，一切会真相大白吗？就在我们刚把船长的死因搞清楚，李博士又发来的一个信息，厨师突然死在这个行李箱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凶手在挑战我们？对。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分秒必争，抓紧时间把这个事情赶快要侦破掉。30分钟时间，赶快询问朱集团。李博士又提供了一些线索给我们，朱集团。询问完了以后，我们有30分钟现场勘查时间，完成以后通知我们和周老师。所以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时间仍然是你们考核的一个重点。传译你好，你好，来吧，找个地儿坐吧。好的，计时开始，哎。首先，厨师的尸体是我发现的。我就走到舞池那一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行李箱，就出现在舞池的中央，就觉得很奇怪嘛。去打开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了尸体。又出事了！哎呀，没想到这个厨师十分的惨。他呢是我在这艘船里面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了。我们年纪差不多，他的性格豪放，交流起来呢无拘无束，没有那么多防备。我呢平时不太喜欢厨师，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你帮他做事儿，他也不会说谢谢的人。那每次呢，我下班之后，我还会给他帮厨，帮他垃圾分类，给他擦灶台，他从来都不说谢谢。有个事儿很奇怪啊，我确实也去过厨房，我想找要点吃的，我去了以后找他半天，我发现他不在。然后我在厨房的时候看到了所有厨余垃圾都被人从垃圾桶里倒了出来。我知道这个厨师他经常会把很多厨余垃圾留给服务员去做，让他收拾，所以我怀疑啊，这服务员就会斤斤计较，以为厨师在欺负他，所以他就来报复他了。而且我回到屋子的时候还特意找了一下这个服务员，发现他屋子里边没有人，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我不喜欢那个船医是真的，我觉得船医啊，看上去是一个谦谦君子，其实这个人坏得很。
那个船医啊，他就是一个钻到钱眼子里的人，你知道吗？你说大家都是一艘游轮上的人，给我们看病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呀，但是他却会给我们收费，你知道吗？这个钱根本就不该收，我就把他给举报了，我就说这人赚黑心钱，活该被处分。服务员，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服务员对您最好。我刚上船的那日子，他就到处帮我。有一次我没赶上吃饭，他一边说我爱睡懒觉，一边找厨师给我做吃的。厨师说做也行，你得给他收拾厨房垃圾。服务员也干了。服务员对我来说就像亲姐姐一样。你说这世界上的人都像他，该多好啊！因为厨师是我的好朋友，其实他人是好的，但他说话的时候呢，容易把别人给得罪。比如他就会经常抱怨水手一个人吃3个人的饭，那怎么干不了3个人的活呢？然后呢，水手当时脸色就变了，眼神也特别吓人。我觉得应该是酒保。我看到他去了那个工具间，挺久都没有出来的。他平常的时候很多情绪都是藏着掖着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挺可怕的。那实习水手主要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在甲板上的时候，按理说是实习水手值班的时间，但那个时间他不在。有一点，我回来的路上经过厨房，看到船医捧着个什么东西往上走，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船医杀了厨师。哎，你那是什么表情啊？啊！一天到晚闲在这里摸鱼，你当我看不到啊？不会说话，把嘴闭上啊！你是哪个虫啊？又被人欺负了。来人啊！又出事了！其实这个人坏得很，他就来报复他了。我觉得这样的人挺可怕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船医杀了厨师。就还是我们4个了。我们也会死吗？来人啊！又出事了！我举报船长大搞特权主义，我不爽，就是泄愤。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但也有可能咱们每一个人物都作了案，每一个人都不是清白的。游轮即将靠岸了，但真相到达了吗？将真相告诉大家。啊，确实是想不到。最后，给他们一个真实的案件。如果一旦做错，那他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这个里面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这个尸体是一具无名尸。然后我想都不敢想。还原事件的真相，公正科学地解决这个事情，请你们放心。作为法医，可能会在法院的进行出庭，这是对他们综合能力的考核。确定他不是当场死亡。鉴定意见看不懂的话，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鉴定人来。入职通知书呢，就在我这儿。最近天气这么好，我们要不要出去玩玩？我们把自己想去的地方记下来吧。好。发一些小组心愿清单。真人 CS 吗？保龄球、卡丁车和拳击。10可以给我写个骑单车吗？那你干脆骑到呼伦贝尔吧。骑回家。可以约你们一起穿汉服吗？但是我穿那个带个球那个。该请进了吗？我想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入殓师的工作。哦，这个可以，这样刚好想学一学。这样是做完我人生的完美。如果我们5个一起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浪漫。走吧，浪漫，走。现在走啊？马上就走是吗？马上就走。不上班是吧？不上了，班不上了，走。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
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场戏。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时代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勤勤、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